校花整日玩乐，在几个男人之间徘徊，可她永远是第一名，而我是那个万年老二。所有人都喜欢她，唯有我对她冷漠平淡。她不知道我能听到她的心声。学习这么好有什么用？我是女主考清华，是既定剧情，你也只能按照剧情高考落榜，成为我的得力助手喽，是吗？可我永远相信100%的努力才是无敌。大课间，我在课桌前奋力刷题，而前座林琪琪的桌前围满了人，你还能叽叽喳喳地讨论着。天哪，琪琪，你这新发饰好好看，是霍景送的吧？好羡慕你成绩好又漂亮，还有这么爱你的男朋友。林琪琪娇笑着，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下次送你们这个发饰，一人一份。人群欢呼起来，打断了我做题的思路。我烦躁地丢下笔，放笔的动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。有人小声嘟囔道：课间还要学习这么积极，还不是万年老二？我抬眼看过去，还没发出声响，林琪琪就来做和事了。玉竹他们是无意的，你不要放心上，下次考试你一定能赶上我的。我每天1点睡5点起，挑灯夜读必刷题，可永远考不过林琪琪。他这话让我吸了一口气，淡声道：许是我反应不够热情。我分明从他眼中看到了不屑和怜悯，可转瞬即逝，他已经扭过身去，接着接受女生们的恭维了。琪琪，你就是太谦虚了，他再怎么考也只能被你压一头，就是就他学习的派头大，成绩好有什么用？那么不会做人。在人群的指指点点中，我突然听到另一道满是嘲讽的声音：是啊，学习这么好有什么用？我是女主，考清华是既定剧情，你也只能按照剧情高考落榜，成为我的得力助手喽。这是林琪琪的声音啊！我死死地盯着前桌那道身影，可他分明没有说话。难道是因为我万年老二起了嫉妒心？我强迫自己调整心态，再度投身题海。无论如何努力总是没错的。晚饭时间，林七七又来邀请我一起去食堂。她每天都会来邀请我，对我格外热情，也引得其他人格外嫉妒。毕竟她是风云人物，就连常与她勾搭在一起的吊车尾太子爷都曾警告过我，让我别给脸不要脸，辜负了琪琪的好意。我照例拒绝。先不说林七七每次去食堂都要成群结队，并且点一桌饭菜铺，张浪费。临近高考，我将时间压缩到了极致，有时晚饭没胃口，就在教室内解决。他意料之内地关心了我几句，那你可不要把自己累坏了，毕竟学习也不是那么死脑筋的，这种事还是和天赋有关的，你要多转转弯。随后他朝我眨眨眼，转身离去。在他离去之时，我又听到了那道声音，等你高考落榜，就知道我此刻的关怀有多伟大了，到时候还不是像条狗一样感谢我给你一份工作。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幻听，确实是林七七发出的声音。我愣在座位上，指甲无意识间嵌入血肉，难怪他从不学习也能轻松考第1名，难怪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公平。晚自习结束，天已经黑透，教室门外吊车尾，太子爷霍景正在等林七七放学。宝贝，快点，晚上我在酒吧给你摆了生日宴，有惊喜。林七七甜甜地应了声，知道啦。他经过我时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，讽刺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好笑，还在看书呢，今晚你妈就会煤气中毒住院，明天开始你那颗高昂的头就要永远的低下了，到时候我轻易撒你几个钢镚，你都要感恩戴德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他，眼神骇人。他连忙回避，眼神随即若无其事地去找霍景了。我顾不上拿书包，狂奔出教室，撞倒了霍景，身后叫骂声连绵不绝，但我顾不上那么多。平日里15分钟的路程，我硬是78分钟就跑回了家。家里疲惫的母亲正佝偻着腰给我准备宵夜，见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，她调笑道：你这孩子怎么今天回这么早？妈刚给你做好宵夜。我径直走向厨房检查了一圈，果然煤气罐开关没有关闭。我将开关紧紧拧上，红着眼眶吼道：煤气罐都没有关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很少这样对母亲说话。她愣在原地，疑惑道：平常我都记得的，可能今天迷糊了，还是我闺女心细。我看着母亲才过40就有了白发，身上穿着满是油渍的围裙，心里有股劫后余生的悲愤，一把上前抱住她，咽下喉咙的哽咽，轻声道：妈妈以后一定不能再忘了。晚上我看着林七七朋友圈晒出的照片，照片中她在富丽堂皇的包厢中抱着大捧玫瑰花，娇笑着，一副纯洁无瑕的模样，配文感谢某人的生日惊喜。我的母亲在这边生死一线，而她在那边毫无负担的花天酒地。明明她早就知道剧情，明明她能救下一条人命，林七七无非是怕剧情改变影响到她后来的女主之路，用人命铺垫而来的女主之路，她还能如此坦然地接受。无辜的外表下是多么恶毒的灵魂。我不信这样罔顾人命的人可以拥有光明的前途，我不信我寒窗苦读18年
比不过所谓的女主光环。我不信我的努力只是女主的对照版，我不信天底下有这种道理。剧情是吗？那就让我来打破吧。你们会知道，人定胜天，100%的努力才是无敌。第二天，我刚到教室，林七七就红着眼眶来到我面前，一副轩然欲泣的模样。玉竹，听说你妈妈昨天煤气中毒住院了，一定很严重吧？我冷笑一声道：啊，你妈煤气中毒了，严重吗？死了吗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木的呀？林七七脸都气红了，恨恨道：说你妈！我将凳子往后撤一步，你骂人干什么？他没忍住吼道：我说你妈煤气中毒了。我嗤笑你哭成那样，我以为是你妈呢。你放心，我妈身体健康，我妈万事如意，我妈长命百岁。同学们见我和林七起了争执，纷纷凑了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准备指责我。我一屁股坐地上大哭道：都来看看啊，林七七好毒，张嘴，大清早咒我家人，我妈一个单亲母亲，她招你惹你了？你要咒她煤气中毒，你这么狠心，是因为没有妈妈吗？许是因为我平常人设高冷，话少就会闹起来，同学们反而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林七七正梦到她妈妈你应该已经煤气中毒死掉了才对，场面很寂静，所以他这句呢喃格外响亮。同学们大惊失色，他怎么真的咒人家啊？平常看不出来他是这种人啊。七七，你快和玉竹道歉吧。最后闹到教导主任都来了，办公室里我痛哭流涕。主任你也知道我家庭状况不好，我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她上来就说我妈这是怎么个事啊？主任看着我目录，心疼她，私底下常鼓励我好好学习，改变出身，随即严厉地对林琪琪说：亏你是第1名，竟然干出来这种事，快和玉竹道歉，到时候再写1000字检讨。林琪琪如梦初醒一般道：不该这样的剧情，不应该这样的，那应该怎么样？我妈就应该去世给她铺路，我就应该放弃人生，当她的提包小妹。教导主任听到这话，更是劈头盖脸地训了她一通。最后林琪琪满脸委屈，不情不愿地给我道了歉。仅是这样就觉得委屈了吗？那后面你更要做好准备了。一出办公室，我就看到霍景恨不得杀了我一般的眼神，林琪琪更是一头扑进他怀里，嚎啕大哭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冤枉。霍景冲过来拽住我的领子，恨恨道：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快给七七道歉。我一把打开他的手，淡淡道：我道什么歉？就该他这样咒别人父母是吗？七七，他不会这样的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我好笑地看着霍景，几字一句道：霍景小心，你明天暴毙哦。随后摊摊手道：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林七七哭得更大声了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他俩，衷心道：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。后面几天，林七七继续走她的绿茶路线，每日对我嘘寒问暖，我不搭理她，就红着眼眶博同情。玉竹那天，我真的是昏了头，你还不愿意原谅我是吗？周遭同学也附和道：是啊，琪琪都这么真诚了，你有必要抓着不放吗？我听到的心声可并不真诚，他明明说的是这个该死的玉竹，怎么突然脱离剧情这么难搞？剧情后期我还要靠他脑子搞投资呢。我淡漠地扫视周遭的同学，他们或多或少都收到过林琪琪的礼物。林琪琪成绩优异，还有一个霍氏集团的太子爷当他的舔狗，虽是17、18岁的年纪，但不少人已经懂得了趋炎附势，希望林七七日后能成为他们的人脉。我轻笑道：果然是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好一群没出息的祖国花朵呀！我没想到那番话威力如此之大。次日我刚进教室，就看到有女生将林七七送的礼物退回。女生低着头道：七七，谢谢你的礼物，但我觉得还是不能收。不等林七七回应，她就连忙回了座位。有这种幡然醒悟的同学，自然也有继续狗腿，将希望放在别人身上的人，他们只会更恨我。不过我不在乎。课间那个退还礼物的女生悄悄来我面前请教一道数学题，林七七的天赋只能用在考试上，剧情总会安排她写出正确答案，可她脑中对于解题思路一窍不通，所以同学请教时，她只能以各种理由推脱。我耐心地给那位同学讲解了那道题，临走前她看着我钦佩道：竹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我心中动容，这才是我们班级原先有的风气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所有人都围在林七七面前夸赞她的新款首饰。我暗自叹了口气，继续投身题海。最近几日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，要和理科老师交涉参加竞赛的事宜。原先我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竞赛补习，很多竞赛的学生是一早就准备好走这条路，像我这种贫困家庭负担不起，所以我一心扑在高考上。踏竞赛万一拿不到保送名额，耽误了高考成绩。如今既然高考有风险，那我就两手抓。我前脚进了竞赛班，后脚林琪琪就跟了过来，她是第1名，进竞赛班也不是难事。她进教室那一瞬，我又听到了她怨恨的声音：她怎么突然参加竞赛了？这些题目我要兑换好多奖励点才能得到答案。
本来直接就能考进清华的一个女配，真是麻烦。我勾起唇角，原来有奖励点是吗？等奖励点用光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资源要合理运用，每当我做题卡的思路就去问林琪琪，琪琪这道题怎么做？你是第1名，一定会做的吧？听着他肉疼的在内心用奖励点兑换答案，真爽。只是每次他讲题时，总有人在旁边白嫖我们学校的物理学神宋素。每次他听到林琪琪讲出答案，就目露欣赏。林琪琪在内心窃喜道：反正来竞赛班可以更好的攻略，男二不亏。我忘了，这是林琪琪另一个姘头，只不过这个姘头是个死脑筋，每次都要追着林琪琪问他的解题思路，笑死，他哪有什么思路啊？最后林琪琪只能讪讪道：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，你还是自己多看看书吧。很好。宋素发现林琪琪不给他讲之后，转而向我求问，我3言2语就能点拨通他的思路，于是他不薅林琪琪羊毛了，改薅我的林琪琪看了一口牙都要咬碎了。虽然我对男人不感兴趣，不过他不爽了，我就开心了。许是林琪琪发现靠学习打败我并不可能，于是他将心思用到了别的地方。霍景带着他那群小弟找了我不少次麻烦，他威胁我道：如果你再敢让七七不开心，我就让学校开除你，或是权势滔天。他爸爸给学校捐了2栋楼，所以这话不算是吹牛，可惜用在我身上不管用。我嚣张道：出了这所学校，多的是学校抢着要我，我关乎着学校的升学率，他们以后还要把我挂在荣誉墙上，宣扬他们教导出了名校子弟。你觉得他们舍得开除我吗？许是从未听过别人对他讲这些狂妄的话。霍景愣在了原地，我轻轻勾唇，你这种只会拿家里的钱财挥霍的酒囊饭袋，怎么会懂学习好的快乐？所以现在就守着自己的既有资产，偷偷窃喜吧。往后你会知道天生拥有，比起后天努力分文不值。走前，我朝他晃了晃手中的录音笔，笑得肆意。进了竞赛班之后，林琪琪的天赋就显得不值一提了，因为这里多的是天才，他习惯了被追捧。可在竞赛班大家讨论问题时，他却插不进嘴，哪怕有时兑换了难题的答案，想要扬眉吐气一番，大家惊叹的目光也是转瞬即逝，因为这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光明的前途而努力，没有那么多精力分给其他人。可竞赛班的外壳还是能给林琪琪带来许多光环，在校内她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，因为在学习上找不到存在感，于是她更注重起自己的穿着打扮，一进班级就能看到她脸上艳丽的妆容，闻到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。并且林琪琪现在跟霍景越发大胆的在学校里成双入对，嘴里除了霍景家里有多钱，就是霍景为她买了多少首饰，已经全然没有了高3备考生的模样。可她却没发现，她现在的一切优越感都依托于外表和男人，剧情正在一步步崩塌。课堂上老师提问她一道很基础的题目，林七七桀骜道：老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我干嘛？我错眉看向她，听到她内心的话语，烦死了，为了这些问题浪费奖励点，完全是无用功，我还要留着攻略男主呢。老师不赞许地看着她，你最近是不是玩心太重了，学习态度太不端正了？林七七不服气道：不论我怎么玩，我都能上清华北大，这话别说是我了。全班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大的口气。老师失望地看着他，叹气道：但愿吧。虽然林琪琪吃喝玩乐一样不少，但她的成绩一直稳固。2模考试，她名字依旧高挂榜首，是个柯老师公认的清北苗子。查了成绩，原先班级有些同学嘲笑我，就说你永远考不过林琪琪吧，还以为进了竞赛班能怎么样呢？林琪琪嘴上嗔怪道：你们不要这么说，玉竹已经很努力了，你们这样他会伤心的。可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得意，内心说着：这么努力有什么用？你只是一个女配，永远比不过女主的。我淡然扫视他们一眼，先不说我的成绩足够进入重本，而且这次模拟考我与林琪琪的分差从之前的30多分变成了如今的10几分，谁说努力没有用呢？成绩就是摆在眼前最好的证明。2模之后有一次家长会，林琪琪作为第1名家长，自然会上台接受嘉奖。我看着台上穿金戴银的女人，她神色得意地说着：我们家琪琪啊，就是脑子聪明，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考第1名，可能是得益于基因优秀吧。此话一出，听得一众家长咬碎了牙。之后是我的妈妈上台发言，她来之前特意换了件干净衣服，站在台上局促地捏着衣角。其实教育孩子我没什么经验，但我知道努力是没错的。我们家玉竹不算特别聪明的孩子，所以高3开始她每天只睡4、5个小时，如今的成绩都是自己追赶着时间一分分挣来的。作为家长，我也没别的要求和期望了，
孩子努力过就好。台下掌声一片，许多同学和家长朝我投来钦佩的目光。家长会结束，我妈被许多家长围作一团，请教经验。我知道她在超市还有晚班，冲进去陪笑着把她拉出来。来学校前，她怕我被同学嘲笑，特地把超市的红色销售马甲藏在我书包里。此刻见我大大方方拿出来，她还有些紧张。左安抚她，光明正大赚钱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妈，你快去上班吧。身旁传来一道尖利的声音：琪琪，你看见没？要是没钱的话，你妈我就要这样辛苦的供你上学，所以你一定要抓住霍景那小少爷。话语间，他摆弄着手上的宝石戒指，沾沾自喜道：这进口货就是不一样，阳光下看起来都透亮。林七七脸上神情复杂分明，有一瞬的难堪，转瞬又像自欺欺人般得意地看向我。正巧霍景走过来，他父母是不屑参与这些家长会的，所以他此刻是闲人。一个林七七妈妈看到霍景活像见到了财神，双眼泛光。小景啊，你送阿姨的这个戒指太贵重了，阿姨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霍景毫不在意道：没什么的，就是一个小玩意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七七就开心了。林七七在一旁听得小脸一红，娇羞地倚靠在霍景怀里。等送走了林七七妈妈，林七七和霍景摇耳朵：宝贝，真谢谢你送我妈礼物，谢我，那你可要想想怎么奖励我。我在内心为林七七感到悲哀，虽然进了竞赛班，可我的日子也没有太好过。林七七每次都和我参与同一场竞赛，她是清北苗子，老师自然也只能支持。结果出来了，不出意外，她拿到了保送名额，又一次抢走了属于别人的机会。两手抓精力自然是不够用的，我恨不得把时间掰成2份用，每日靠着黑咖啡续命，多睡5分钟，内心都有罪恶感。虽然这个结果我早有预料，可内心说不失望是假的。看着林七七洋洋得意的目光，我内心竟然有股奇异的侥幸，她可以安然的去清华了，那是不是没有人会再阻拦我好好高考了？我对男女主之间的爱恨情仇没有兴趣，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应有的结果。以我的家庭，学习是唯一可以逆天改命的途径。我们寒窗苦读18年，将所有希望都孤注一掷在一纸考卷之上，只为了这一个公平的机会而已。想起母亲10几年来独自养活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想起自己独自奋斗在题海的黑夜，熬过的无数个寒冬酷暑，我必须得考，我必须得考好。林七七有了保送名额，自此也不参加考试了。我终于成了那个第1名。3模成绩出来时，红彤彤的榜单之上，我的名字赫然在榜首。有人嘲讽，有人唏嘘，果然没了林七七，玉竹才能当上第1。唯我看着榜单上的成绩红的眼眶，731分，甚至超过了林七七。当初与我的分差还有系统做注，720多分已是他的极限，而我超越了他的系统，超越了自己的极限，拿到了这份成绩。这是我头悬梁锥刺股的黑夜，在题海中苦苦挣扎得来的。谁说努力没有用？宋素悄然无声地来到我身旁，冷不丁说了一句：很好，跟林七七的最高分拉开了6分。我心情大好，难得对他调侃道：被保送的人还有闲心关注排名。他唇角勾起一抹淡笑，努力的步伐怎么能停歇？随即衷心地对我说：竹加油，我在清华等你。他看向我的眸子愈发亮，满是动人的光彩，而我在心中感叹：琪琪，他呀，好像丢了一个姘头啊！我本以为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去与林七七勾心斗角了，可当我回家看到的却是林家母女端坐在我家客厅。林母打量着我家的房子，目露不屑道：你看看你们家墙皮都因为渗雨脱落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家里连个空调都没有，夏天还好，冬天可怎么办？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孩子考虑啊！拿了这笔钱，到时候玉竹她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没有？这可是500万啊！别说是你了，就是玉竹她考再好的学校，也是一辈子都难赚到这个数啊！旁边林七七循循善诱道：阿姨，你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也不是不让玉竹高考，她明年一样可以再考，这样钱到手了，而且也不耽误她的前途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，原来她还不肯放过我，还把主意打到了我妈身上。母亲坐在角落的沙发上，看不清神色，见她迟迟不出声，我心中有一瞬动摇。这样一笔钱确实对母亲来说是天文数字，可下一瞬，我母亲抄起角落的扫把就往林母身上招呼：你们够了，我女儿挑灯夜读就为了高考，我当妈的怎么会卖她的前途？我们家是穷可知不穷，我女儿凭自己的能力能过成什么样我都认，再多的钱都比不起她这3年的努力，你们赶紧给我滚！林母和林七七被打出家门，林母嘴上骂骂咧咧，引得邻居都出来观看。我深深地注视着林七七，她却连和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。等人走后，我妈手一软，扫把摔在地上，我连忙搀扶住她。邻居询问下我妈3言2语讲来龙去脉，所有人都愤愤不平道：猪妈，你可别被忽悠了，
刚才那母女俩憋着坏心眼，指不定有什么阴谋呢，就是让人家孩子别高考，小心被天打雷劈。玉竹这孩子，我看着长大的就没有这么努力，懂事的孩子以后一定有大出息。我望向邻居们，目露感激，原来还有这么多人信任我，原来还有这么多人仍旧相信努力的力量。回到家，我妈瘫坐在沙发上，轻抚着胸口，她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忐忑地问我：“你说不会给他们打出毛病了吧？看样子都是有钱人家。”我钻进母亲怀里，哽咽道：“你就放心吧，他们自己干亏心事，就算打出问题来也不敢声张。”她察觉出我情绪不对，低声道：“是不是他们在学校欺负你了？太猖狂了，不行，我得找你们校长去。”我摇摇头，搂住她腰问她：“没有欺负我的，我就是在想你，难道不怕我高考没考好吗？那可是500万啊！”这下她一巴掌打我屁股上，恨恨道：“说什么丧气话呢？考不好咱们可以再考，只要你愿意学。妈，就算再供你上10年高中，心里也乐意。”我没忍住眼泪，趴在妈妈怀里大哭了一场。看吧，这就是母亲，哪怕没钱没势，也敢为了你与强权作对，哪怕自己清苦，也不怕供养你高昂的费用，哪怕自己常常在别人面前弯腰，也要让你挺直腰板做人，哪怕连你自己都不信任自己，她也永远相信你。高考倒计时最后一天，我妈班都不上了，天天在家里为我全天24小时守候。我在屋内刷题，都能听到她在屋外焦躁不安的脚步声。她比我这个准考生还紧张。我走出门外，将她按在沙发上，随即打开电视。妈，你就安心看会电视吧，这看电视不打扰你吗？哪有那么金贵？放心吧，知识都在脑子里了，耽误不了什么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一进屋，电视声顿时小磊听不见了。我好笑地摇了摇头。高考考场就在我家附近，所以我也没让我妈大费周章地开间宾馆备考，反正不行就能到考场。第一天上午是语文，我发挥得很好，一出考场就见到母亲顶着艳阳天在外守候，快步走向她。她不问我考得怎么样，只是故作镇定地问我中午想吃什么。我亲昵地揽着她大笑道：“面条就行了，加2个蛋那种。”中午吃完饭，邻居阿婆突然送来了甲鱼汤，喝了甲鱼汤名列3甲，可我却不太想吃外面的东西，总是隐隐担心。母亲见我不吃也不勉强，只是自己终究是不想浪费这汤，尝了几口，这一尝可了不得。没一会母亲就胃绞痛起来，一时间我想起林琪琪，难道是她还没放弃阻止我高考？这汤里到底放了什么？不会是毒药吧？我心里乱作一团，慌乱地拨通了120救护车，不过多时就来了。我想陪同母亲去医院，可母亲忍着痛说：“你放心，妈没事，你一定要按时去参加考试，不然妈都怪自己一辈子。”我流着泪留下了。走在考场的路上，我心神不宁，生怕这一去就再也看不到母亲了。路边的小巷时，突然有人将我拉了进去。眼前的男生目光阴鸷，单薄的眼角还有一道淡淡的刀疤。他紧紧捂住我的嘴，吐出的话冰冷无情：“我也不想动你，可谁让你挡了琪琪的路呢？”我瞳孔震荡，霎时间明白过来，这事恐怕是书中哪个男3男4。一时间绝望涌上心头，我想奋力反抗，可冰冷的刀子就抵在我的腰窝。他说：“你不要挣扎，我就不会伤你，你只要配合拍几张照片，等高考时间一过，我就放你走。”他微凉的手指游走在我的领口，我明白过来他要拍什么照片。那一瞬，眼泪虽然汹涌，可我出奇的镇定。我缓缓地点了点头。他与我对视，眼中有一瞬的迷茫，动作也轻了些。我趁机道：“你的要求我都答应你，不要伤害我就行。”他似是没想到我这么配合，动作停滞了一瞬。就是这瞬间，我猛地推开他，狂奔到巷子外，大喊着：“我是高考生，我是高考生，有人要绑架我！”瞬间，周遭的路人商贩，就连环卫工人都向我拥了过来，更有甚者拎起了扫把棍子，一群人簇拥着我，呈保护姿态。刚才的男生追了出来，就是他。顿时几个5大3粗的大哥上前擒住了他。我呼喊道：“谢谢你们，把他送到公安局，我先去高考了。”眼看着离开考不足10分钟，我一路狂奔到了学校门口，无需多言，门卫一见我这副学生模样，就立刻开门放行，在我身后朝我大喊着：“孩子，快跑！”等我气喘吁吁地到了考场，考试刚好开始，我摒弃内心的杂念，全神贯注在题目上。母亲忍着病痛，群众热心帮助，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好好考试。等所有题目答完，我认真检查了好几遍，终于安心地放下了考卷。出了考场，我顾不上太多，就打车去了医院。经过检查，母亲已经没什么大碍，甲鱼汤里放的是大剂量的泻药。只是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，一下午心神不宁，生怕我出了什么意外。此刻见到我，她才放下心来，强撑着身体陪同我去了派出所。
派出所里我才知道，绑架我的人叫裴木，是附近出了名的混混，无父无母，打架很毒，他的嘴很硬，认下了自己的一切罪行，可始终不肯供出帮凶。母亲听到警察叙述当时的情形，得知他当时还带着刀子之时，几乎要晕了过去。他颤抖着手指向询问室中的裴木，嘶吼着质问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的女儿，我那么乖巧的女儿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你知道我的女儿有多懂事吗？从小到大，她连一根漂亮头绳都没开口要过，拼命学习只是为了500块钱的奖学金，她苦读10多年，就为了这么一次高考。这么好的孩子，你怎么敢用刀子威胁她？你怎么敢逼她放弃高考？裴木仿佛被这痛心的目光灼烧，只欲言又止间，他沉默着低下了头颅。我怕母亲情绪太过激动，影响了身体，只和警察说了先前林七七骚扰我的事情，让他们一定要彻查。走完了程序，我就带着母亲回了家。母亲的情绪只有那一瞬的外露，回到家，她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，生怕影响我的状态。最后在询问之下，我们才知道那份甲鱼汤不是邻居阿婆送来的，她只是在楼下遇到了一个装作外卖小哥模样的人，对方焦急地跟她说：我外卖要超时了，能不能请你带给这户人？热心的阿婆只以为我妈是为了给我补身子，专程点了甲鱼汤，就傻乎乎地送了上来。想起林七七这些狠毒的手段，我恨不得把她撕碎了。为什么不能放过我？难道别人的优秀就一定会挡了她的路吗？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我不认，我一定要好好考。经由这2次意外，邻居都自发地护送我去考场，生怕我再出什么差池。后面2天我答题都很顺利，日月积累的知识在我脑中就是真正的有如神助，合上笔概念一瞬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脑中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下来。不论结果如何，我已经全力以赴过。出了考场，向来没有仪式感的妈妈竟然抱着一簇鲜艳的锦带花在门口等我。我步伐轻快朝她奔去，她笑着笑着就流了泪。我的闺女啊，真的辛苦了。我揽上她的肩膀，轻斥道：奔赴梦想怎么会是辛苦呢？棋子落定，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睡懒觉了。那一觉我睡了很久，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。梦里我的母亲真的因为那场煤气中毒住院，我也因为煤气中毒伤了身体，因为身体素质原因，我恢复得更快些。可母亲却一直在重症监护室，高昂的费用压垮了我，我根本没有精力参加高考，更没办法丢下母亲一人。最后是林七七出现，介绍我去霍氏做一些基础的工作，可惜母亲依旧救治失败，最终还是去世了。不过不妨碍我从此对林七七死心塌地，忠心耿耿，后期更是坚定地为她鞍前马后。那时的林七七与如今不同，她温柔善良独立，在校时我与她的成绩不分伯仲，常常是轮流第一第二。在我放弃高考后，她的确靠自己的能力考上了清华，那时的是闪着光的，是值得被爱的大梦一场。醒时我有些怅然，如果林七七坚持上一世的善良坚定，是不是很多事都会改变？可不论如何，今生今世她伤害了我的家人，且屡次陷害我，我不可能原谅她了。没过几日，派出所那里又来了消息，裴木终于愿意找了我。到时林七七正被林母拽着头发怒骂：你这死丫头，干这种事都不知道擦干净屁股，你这是一辈子的污点，到时候霍家不娶你，主我看你怎么办。而林七七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，嘴里喃喃着：不可能这样，我是女主，我是女主啊。林母推了她一把，她跌倒在地上，小说看多了是吧？天天神神叨叨什么女主男主的。林七七又哭又笑，你知道什么？如果我不是女主，霍景怎么会喜欢我？如果我不是女主，你身上哪来这些金银首饰？说着说着，他发了疯似的拍打审讯室的玻璃。裴木，你是男三啊，应该为我付出生命的，你怎么能背叛我？而裴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满眼失望，最后黯然地撇开了目光。赶了巧，霍景也到了警局，林七七走到他身前，想像以前一样扑进他怀里求安慰，却被他一个侧身躲开了。他脸上有遮掩不住的嫌恶，你怎么能干出来陷害别人这种事？你太让我丢脸了。林七七摇脸不敢置信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明明前几日你才答应要和我订婚的，别说订婚了，我把你带回家，你却连那些大家闺秀该懂得四书五经都说不明白，知不知道我已经成了圈子里的笑话？都说我找的文盲未婚妻阿景，我不是的，我被保送清华，经我怎么可能是文盲？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说订婚取消这事，至于你肚子里的孩子，趁早打了吧，回头会有律师和你谈理赔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林七七想追上去，却又被霍景一把推倒在地。我走到林七七面前，俯身将她拉起，她抬头见到是我，嘴里嘶喊道：你只是个女配，你只是个最不起眼的女配，明明我才是女真。我轻声打断她，我知道你是女主。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相信她的人，可却是一个被她百般陷害的人。她痛哭着，为什么
为什么你不按剧情走？为什么你一定要把我害成这副模样？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竟然还没有反思过自己。当这么一个愚昧的人真正站在你面前之时，你连争论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内心止于怜悯，怜悯他的愚昧，怜悯他的无知，怜悯他的执迷不悟。好好看看你眼前的一切，因为失去有钱女婿而对你打骂的母亲，因为你的恶毒而放弃你的陪木，因为你没有了学霸光环而丢弃你的霍景，这些还不够你醒目吗？你是女主又如何？当你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当你失去了美好的品质，当你的光环不再闪亮，谁还会站在你身侧？若你善良坚定地去奔赴自己的梦想，没有了这些人的支持，你也一样是女主。她被我说的愣在原地，旋即又自欺欺人般道你根本不懂。从小就有一道声音告诉我，我是女主，所以所有的苦痛我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我知道我遭受的所有苦难都会过去，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过上好日子，会有人来爱我。可他是个骗子，剧情没有正常发展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我哑口无言，摇头叹息。或许林七七什么都知道，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。最后林七七的行为被判为教唆未遂，虽然只是拘留10几天，但也希望他能就此醒悟吧。在警局时，我已经听不到林七七的心声，再加上他走投无路的模样，恐怕已经失去了金手指。看吧，连系统都会弃你而去，更何况是男人呢？当然，把希望都放在别人身上，期望着不劳而获时，就已经失去了被爱的价值。没有什么是比爱自己更好的投资了。高考出分那天，我妈在一旁肩膀微颤，即我一边安抚她，一边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。成绩显示的一瞬间，我妈懵了，我却尖叫起来：闺女，你这成绩咋都是横杠啊？妈，这是省前50，前50成绩不显示。话音刚落，手机就打进来了，电话，清华招生办事嘛。那头敲门声又响起，我妈打开门，门外的人望着我，满脸殷切。玉竹同学是吗？我们是北大招生办的。我轻笑着对那头说，怎么办？北大已经上门了，我们在路上了。玉竹同学，选学校是个大事，你一定要慎重啊。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北大，因为我志在文学，绝不是因为北大漂亮姐多的缘故。开学那天，我接到了宋素的电话，他说我在学校门口都等成石雕了，你怎么还没来？我大笑道，谁跟你说我选清华了？那头像是早有预料般，叹息道，还以为你能看在老同学面子上选清华呢。随即他一声惊呼，像是手机摔在了地上，断了连。等他再打来电话，是1小时后。刚才林七七突然冒出来，吓我一跳。他拽着我，非说我是男二，让我娶她，吓死我了。不过他现在真的精神状况很差，听说他的保送名额也因为留了案底给取消了。玉竹他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不然他高中时怎么不学习就可以答出来那些难题？他不会真有系统吧？我轻笑一声，也许呢，生活是一场落子无悔的棋局，个人有个人的路，我无心留意别人的落魄与否，山高水长，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东西等我探索征服。我们终其一生向上攀登，不是为了让全世界看到自己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看见全世界。没有人生来就是配角，我们本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本就有独属自己的风光。星河璀璨，自有征途，我们一定会前途似锦。